周顺都，咱们都头带着将领来，今晚有战事，我等当如何？愿为九郎君效死！愿为九郎君效死！愿为九郎君效死！ 沈别将，这是何意啊？陆氏参军陈康宁拿下！哎呀，葛强，下官在。自此刻起，由你暂行台州陆氏参军事。卑职领命。陆元珠那儿有消息吗？稍微。太慢了。某奉检校司空右卫大将军、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至台州军府事九郎军军命，接掌临海、宁海、黄岩、台兴、永安5县兵权节度。自此刻起，台州守捉10司以下没有某的将令，一兵一卒不得擅调。违令者，斩！陆都头，这不合规矩啊！曹守卓，某是副都头，不是都头。中顺都的都头只有一个，便是九郎君。这州郡兵马皆归抽牙司马节度。陆都头，你带兵营夜入营，既无勘核之符令，也没有卫司马的亲笔书函，只拿着这一张不知是真是假的郎君手令，便要夺这一州之兵权，这不是换防，这是谋反！此刀是先武肃王旧物，九郎君亲手赐予某家。曹守卓可认得？任你一张嘴去说，谁知是真是假？别动，都别动！还有谁不知道是真是假？还在！愿遵都头将令。愿遵都头将令。副都头。诺。这16名州县官吏属左，悉数罢了。州兵48个队，一共48个队头，共1332人。兵策令箭俱交进明白。多少人？1332人。 2天的兵饷让曹阳这小子吃了一小半，活该他死。我和48个弟兄下到队中去做监军，对付乱瓜子，莫要与他废话，直接砍了接掌兵权。诺。剩下16个是中军之上。诺。自此刻起，台州的兵马丁壮，不要牢牢握在都头和铁骑手中。 愿为九郎君效死！末将缴令。差事都办妥当了。州兵1331名，丁壮服役1826名，皆由末将及中顺都诸位虞候接掌。你调了多少人？可靠的人有多少？末将调了200中军，由16名中顺都弟兄率领，现在州衙之外听令。 拿着州府的公文，去将魏伦家抄了。末将领命。不得私藏财物，不得侮辱女眷，违令者斩。诺。葛强，下官在。葛强那里，你去吧。下官领命。
一个都别放过！上！这是干什么？这是狗血不人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儿子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胆！尔等是什么人？放开！不认识我了。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松开！这牙长出来了。你是葛强？于伯，麻烦你去后面，去跟二房的老太公和老太君说一声，就说当年被他们赶出去的五房野种回来了。自今日起，这便是你的台州了。好消息！好消息！九郎军军命，瀛海通港了！瀛海通港了！右卫大将军，开祖仪同三司，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台州市九郎军，传大王王教，于宁海张安港设博弈物，促商路，广财货，恤民生，10担以下州籍免往来赋税3年，10担以上、100担以下州籍20税1，100担以上州籍10税1。魏大人，魏大人，魏大人，葛大人，葛大人，下官台州司马魏伦参见九郎君。下官台州文学葛延平参见九郎君。把礼单抬上去。抬上去。拿下！九郎君，这是何意啊？会稽卫士，800年的郡望豪门，世代高官厚禄，田土纵横阡陌，可你却犹嫌不足，还聚敛声势。台州5县贫户饥无隔夜之粮，税赋钱粮，朝廷免了，可尔等却是不免。王教恩惠不能给予百姓，
却肥了尔等这些贪暴强梁。本官凤王教出知台州，正是为尔等而来。九郎君，这是要杀富济贫吗？你若不犯王法，纵然本官金节在手，又岂能诛无罪之人啊？九郎君，下官冤枉啊！鲍仆子的后人，居然吃绝户，也是出息了。我乃朝廷的台州司马，你不过是知州，不奉王教，没有相府札文，你只能参我，不能杀我。也对，也对。此处毕竟不是军中，本官虽为大王亲弟，亦不能枉法杀人。那就扒了袍子，给我打！哎，九郎君，哎，放开，放开我！九郎君示意，打多少？只管打。九郎君，上官知错了，不要杀我！禀郎君，二人均已杖毙。抬下去。诸位，并非是本官非要与他二人过不去。我凤王教来台州，为的乃是兴王道之名，纾民生之困。兴业发财之事，官府素来是不能与民争利的，故此民间买卖田土，只要严守法度，朝廷向来是不问的。只是诸君，你们要知道啊，万事皆有度。若是违法行事，以借贷买卖之名行肆意兼并之实，钱财田土归了你们自家，可百姓的怨恨却归诸朝廷。逼反了这一方圆圆，到时候玉石俱焚，那死的可就未必是这一两个贪官恶吏了。本官10日前传牒5县，请曾在台州营田司签了宝契的各家来赴今日这上元之会。营田司里有218份宝契存单，可如今只来了你们这些人。也罢，客不来，莫强求。既然来了的，你我便是有缘人。诸君，请入座吧。这是要作甚呀？2位州府大吏就这么被杖毙当场，这位郎君也太过肆意妄为了。人家是皇帝，妄为了，你能奈他何？这是要逼着咱们这些人跳海不成，就不该听家里那些人聒噪。明知是鸿门宴，还来自投罗网。那些大户怎么都没来？咱们小门小户，全族的土地加在一起也不过30-50顷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胳膊如何能拧得过大腿？是啊，怕不是要将咱们一起所拿了去问罪，却不知能不能赎。禀告九郎君，黄龙社多艘商船驶来，正入港候泊。
哎呀，我此番可算是偷了这2艘船出来。若真娘子诓了我，此番回去，我定是腿都要被我家阿爹打断了。蒋三郎，你与你阿爹第一遭来我们岛上的时候，上来就跟阿佑打架，那时候还算有点志气，现在怎么没胆了？那能一样吗？这2条船原本是要运蜜色窑去扶桑的，如今被我调出来运了这些不值钱的稻米，这一进一出，最少没了3、5万银绢的利。我不过3、5年间没在海上行走，连你都敢诓我了，一张口，什么胡话都敢说得出来。你可不要坑我阿姐啊！蜜色窑，上林湖那几家窑口，一年总共才多少出息？你这一上来2艘船的量。再说了，回至建岳，把东西卖到扶桑，以后你还想不想跟我们吴越有往来了？哟，你们吴越？哎呀，我乱说的，阿姐，莫气。原本呢，运的是团茶，满打满算能有个3、5千的利，便不错了。使君，稻米50万斛，皆已运抵本港。好，回去帮忙啦。宁海雷氏家主雷军，永廉何在？小人雷永廉，请郎君吩咐。去岁3月初6，由台州营田司作保，出粮米2167斛，又36斗，带与宁海县海油镇、长宁、上东、小鱼洼、陈屋、丰远、平波6个里寨506户，待期1年，岁息6分6厘，可对？小人有罪，不该听信了前任县令高明甫的言语，想着趁着灾年，再为族中小辈置办些田产事业，这才鬼迷了心窍，存了夺人田产的卑污心思，牵了这带粮的妻子，还请郎君看在我宁海雷氏素来奉公守法、不堪妄为的份上，治小人一人之罪，宽宥族中恕众。依保期上所约，本溪合计粮米3613斛，又33斗3升。你拿着代契来找本县新任县令秦民甫做拒绝凭证。作罢，你便可以领着人去张安港，把那些粮米运回家了。怎么，没带人手和车子？雷太公，请起。无妨的，请起。县衙里的巡定义夫皆在此处，粮食也不会长腿。您只管遣小厮从人回去，换人雇车来运便是。雷太公，随我做个拒绝凭证。来。雷永廉，小人在。这个
是由朝廷户部台州博弈务用了印信的谍照。自今日起，宁海雷氏便有了在我吴越之地沿海州县行船通商之资。雷氏于灾年带粮，纾朝廷之困，济百姓之危，放粮最多，出力最大，故此朝廷特许嘉奖，允雷家试享海上之利。10担船以下3年免税，10担以上100担以下20税1，100担以上10税1。主公，可看清楚了，这谍照上有本官的亲笔具名。凭此谍照，雷家便是我吴越国户部在册的商户了。谢过郎君。敢问郎君，是只有雷氏有，还是凡是带了2米出去的人家都有？你是哪家？松门山甘氏，甘月，请郎君恕小人无礼。松门甘氏带粮1572斛，又81斗；阴环袋子2621斛，又35斗。对，这是你家谍照，户部用印，本官亲笔具名。台州博弈务特许专营。小人代甘氏一族，谢郎君厚恩。妾说在此，愿与俱结。青天在上，多谢郎君厚德。郎君实为我台州黎庶再生父母啊！凡是今日到场的，你们尽管拿着袋器来此处聚结，领2米，奉谍照。本官此举是请了大王教命，当场对允，童叟无欺。至于那些今日没有到场的，所带2米便只能依原数发还。谍照和岁息就万万不要想了。郎君所言，至允至当。郎君所言，至允至当。究竟如何？说实话。大王劳累过甚，体气虚弱，内外不顾，风热克肺，正夜成痰，损伤肺经。说人话。看大王的症候，像是像什么？肺痈。肺痈。郎君，大王平日心火太重，痰热积摄，蒸灼肺腑。日子久了，成了血瘀，血瘀的久了，肉腐化脓，便成了痈。你就说这个病能不能治？郎君容禀，肺痈之症，方子并不难开。体气盛壮之人，只要将肺腑之内的淤血化开，再将痰液和脓血吐出来，便不会再发高热。慢慢将养3、5个月，也便就养好了。是。阿弥陀佛。既然如此，你们2人随我到外店开房子。
你们说的什么屁话？什么叫体气盛壮之人？你们只需照实说。以大王的身子骨，这病能不能治好？照实说，我保你二人无罪。若再有半句虚言，便到内衙间去说话。大王，时少事烦，恐怕开方子去吧。管好自家的这张嘴，莫要误了河族上下几十口人的性命。是。九郎做了台州刺史，均谕各户农人小支，待子拒结官饮，粮债一笔勾持，天气即日发还，河晏兵败他时，各自安回乡里，错误今岁春时。各位父老，敬请宽心，这些债子，九郎君都替各家各户还清了，本息也都结算明白，万不会再有任何的差错了。还债子的粮食，可是九郎君夫人的庄稼，日后若有人再敢抢夺你们的田土，便是抢郎君夫人的庄稼。九郎君长生不老，恩所在。我们要去见九郎君，要事相商，瞒着我们做事。别吵了，郎君正在里面商议，这件事情再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估计就会有结果。耽误了事情，你们承担得起吗？沈别驾，那些都是台州的乡子士族，许多人身上还挂着朝廷的散制，如此一体，拦在宫廷之外，伤了乡邑人情不说，这朝廷和九郎君颜面上也不好看呢。那谢大使以为该如何处置啊？200-300人都进来，挤也挤不下。可使彼等推举出10个人来，进宫廷来，向别驾陈情。既如此，有劳谢大使与宫廷外的诸军商议吧。诺。沈别驾自周至发来的札子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周成出事了。照他们来的时候，一个个推病因故不肯来。如今看见吃了亏了，一个个又急了眼。说起来，也是几百年、上千年的氏族豪门，自幼饱读圣贤书，为了这些许蝇头小利，身份不要了，名声不要了，连脸面都不要了。蝇头小利，你说的真是轻巧。你知道吗？一条100代以上的海船，扶桑也好，高丽也罢，那买卖一趟出去2-3千银绢的出息，这放在凤凰山下西湖边，能购得一个资珠堂般的宅子；放在宁海，那也能买下10来顷的地呢。这些人啊，祠堂里面供奉的是孔夫子，心里头惦记的是孔方兄，他们手里握着台州将近3成的人丁，将近7成的田土，将近9成的财货。你真把他们给抛了，往后什么实在事儿都做不成了。哎，你说得多少彩礼，才能让岳母不恼我了呀？到旗子以前，10万两银绢足够了。现在多少？现在的话，吴越国的王冠足够。
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。你瞧你怕成什么样了，我可不想当什么王妃。这劳什子是真难弄。今日来的都是州中显贵，族中上下各有几百上千口的人丁。朝廷与台州通港设博弈物，我等甘愿竭诚报效，相助其事。去年带出去的粮米，本就是为了解朝廷之困厄，济黎庶之危难。谁家也不曾指望那点子本息生利，利息也好，本金也罢，只当是给大王和九郎君做了捐书献纳。今日在此的294户同道，共计2366张代契，就在宫廷之外的箱子里。只需别驾一句明白言语，便可抬进来，任由勘验。诸君的意思啊，沈某听明白了。只要能参与博弈物之事，这去年的粮代不但利息不要，连本金也不要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正是此意，这是我台州上下对大王和九郎君的一片拳拳致意。这利息嘛，九郎君有言在先，诸君也未曾赴上元日宁海之会，本就没什么利息。至于这本金，朝廷有信义，绝不会肆意盘剥民财。诸君请放心，一升粮米都不会短少了诸君的。哎，博弈物，诸君真的是来晚了。这九郎君赴任台州，户部只给了九郎君100张用印的谍照，上元日便都发完了。诸君若是再有所起，怕是要去西府王都寻户部和大王说话了。儿戏可找大王呢？如何呀？今日这2366份带粮的契书，本官怕是见不着了吧？这是全部？是。2366份代契和粮米386672斛，又82斗3升，全都在此了。好大的手笔呀！确实大手笔啊！台州故事乃吴郡故事的旁支，800年的望族，有这10户居中作保，台州那些地方富户们，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。这一手做的确实漂亮啊！放下身段，做小伏低。我这个台州刺史刚刚上任，面子也有了，里子也有了，若还是冷言相对，喊打喊杀，是有些不通情理了。啊哈！千年之族能绵延至今，自有其存身立命之道，其底蕴不是那些新兴之家比得了的。便是这10家？是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要安抚了这10家，其余200余家皆不足虑。有这10家居中联络，纵横捭阖，即便是有人要闹，也成不了大气候。那我便给他们这个面子。这10家谍照照发，与上元日发出去的86家谍照一视同仁。但也不能白发。
先生指我，当然不能白发。其余200多家，从今岁起，这10年内的秋赋，就由这10家包了。包税？对，包税。郎君深思啊，包税乃历来行政之大弊，有能力包税的都是地方上的高门大户，将朝廷赋税之权赋予他们，等于给了他们领土治民的权柄，其中有不孝之辈，轻则鱼肉乡民，重则荼毒百姓。若有人心怀异志，图谋不轨，积敛粮秣，聚敛私兵，进则窥伺神器，退则割据地方，后汉崩裂之祸，恐陷于我无越之地啊！子谦，高门大户包税诚然是弊政，可先征后粮难道就不是弊政了吗？至少不必忧心州县胥吏会造反割据。州县胥吏自然没有造反割据的本事。台州偏鄙，未必能出军阀和藩镇；然则苛政猛于虎也，却说不定会逼出私销和流民。不要忘了，这黄王之乱不过几10年前的旧事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就算是先征后粮，难道州县的那些胥吏就能撇开这些高门大姓自行其事了？那私底下不一样是要包给他们。到那个时候，好处他们拿了，那百姓的怨恨却都在官府这儿。倒不如都摆在明面上来，额定一个数目，每年秋赋只管与这10家去要，丰年不增，灾年不减。即便这10家个个黑了心，那盘剥的也只是那200多家地方大户，恨也好，怨也罢，都由他们自己担着。若真出了什么事，放着州县官府在，难道苦主不会自己来告？或惩或罚，皆有朝廷律令在。若这般，还是能弄出裂土割据的藩镇来，那我也真是佩服他们的本事了。此乃大小相治之策，若朝廷应对得当，10年内出不了大乱子。喜欢吗？你绣的。谁让本郎君娶了一个笨娘子，一件嫁衣从年头绣到年尾，始终绣不成。若本郎君不亲自动手，怕是这辈子都讨不上婚嫁了。怎么了？看看。没事。哎，你躲什么？真没事儿。没事儿。傻子。疼不疼？不疼。屁。